从小我就很希望可以去旅游，我常常都希望我可以去加勒比海玩。我就想象我坐那个邮轮去加勒比海玩，我就想象自己也在那边热带岛屿晒太阳的感觉。没想到，突然我接到一通电话，恭喜你赢得大奖了。Hello，大家好，我是 BB，今天想跟大家继续聊聊 Never Gather 的假设法则哦。今天就要再讲几个概念哦。我们上次有讲到很多 Never Gather 的经典名句，我们有提到啊，如果你想变成怎么样的人，你就直接变成那个人就好了。如果你想变成陈太太，你就直接变成陈太太就可以了。这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通常我们想要变成怎么样的人，我们会以为我们想要变成那个名词，例如说陈太太是一个名词嘛，有钱人是一个名词，老板也是一个名词。可是事实上，我们想要的是它的形容词跟动词。形容词就例如说，陈太太是很幸福开心的人啊，每天都甜蜜蜜的感觉啊，那个是形容词。那动词就是说，两个人可能住在一起啊，很幸福美满啊，一起吃饭聊天啊，一起约会啊，这是动词。我们想要变成陈太太，其实目标是想要那个形容词跟动词。我们想要幸福美满的感觉，我们想要跟他一起吃饭聊天，很开心的度过生活。那陈太太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所以如果你要活在最终场景的话，你可以想说，现在有哪一些形容词跟动词是你真的想要的，然后就让自己在那个状态里面。有钱人也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我们真正想要的是那个形容词跟动词。例如说，我很厉害的感觉，有自信的感觉，很有安全感的感觉，觉得自己很有能力的感觉，觉得自己很棒的感觉，走路有风的感觉，可以照顾别人的感觉。动词的部分可能就是很会理财啊，或很会做生意啊，很有领导力啊，有创造力啊，有魄力啊，等等等之类的。你要去注重的就是这个形容词跟动词，然后让自己沉浸在那些感觉里面，想象自己就是那个人。因为我们一般对名词是比较没有感觉的，但是如果你把它转换成形容词跟动词，你就比较有方向，知道说哦，你可以怎么想象。例如说，你想变成一个唱跳歌手好了，唱跳歌手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如果你只是每天念说我是唱跳歌手，我是唱跳歌手，我是唱跳歌手，你其实并没有活在那个最终场景里面。因为唱跳歌手要做的就是唱歌跳舞嘛，所以你可能每天在家里就喜欢唱唱跳跳啊，然后你就会去报名一些舞蹈课啊，或者是你就会看着 MV 开始学跳舞啊。这唱跳歌手它的重点是在于那个动词。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你可以去画一个心智图，中间就写你想变成的怎么样的人，唱跳歌手，然后你就会连线到唱歌跳舞 rap 表演，感受自己自信的感觉，漂亮的感觉，喜欢打扮，喜欢 fashion。你可以去画那个心智图，然后看一下自己可以怎么做。再来要分享的这句话是，你的想象力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它跟你的注意力成正相关。在这个世界里，你越能控制你的注意力，你就越能改变你的人生。当你可以控制你的注意力的时候，你就开始创造你的人生了。他的意思是说啊，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它其实是让我们分心的。他们会想要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一直注意它。如果我们去注意这件事情，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那我们就浪费掉了我们的注意力跟创造力。因为你注意的事情就会变多嘛，所以当你注意在不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等于是浪费掉你的创造力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会让你分心的事情，它会让你忘记你真正想创造的是什么。你必须要把注意力从外界转移到内在。举例来说啊，你是一只天鹅，可是你的外面有99只鸭子好了，那一只天鹅住在鸭子群里面，它如果一直去注意外面的鸭子，它看到别人呱呱叫，它就会忍不住也呱呱叫了。但它其实心里面是非常非常想跳天鹅湖的，它有一股冲动，就是啊，我想跳天鹅湖。那些鸭子就跟他讲说，你是一只鸭子，你要跟着我们一起呱呱叫才对啊。好像是因为我看到的全部都是鸭子，那我一定也是个鸭子吧？可是我又很想跳天鹅湖，怎么办呢？所以当外界有太多东西让你分心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你内在的真正想要的东西跟你的梦想。如果今天有个目标，可是外面99个人都跟你说，我们99个人都失败了，你凭什么会成功？你觉得你会成功吗？你就想说，好像有道理耶。如果大家都失败了，那凭什么会成功呢？好吧，那我就不要去尝试好了，反正大家都失败了。然后你就会忘记你的梦想了，你的注意力就开始被牵着走了。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注意力，知道你在专注什么，因为你专注的东西就是会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如果浪费掉注意力，就是浪费掉创造力。再来这句话也很重要哦，意识是唯一的实相，只
只有你意识到的事情，对你而言才是真的。你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对你而言就不是真的。对别人而言，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那对他就不是真的。那你意识到的事情，不代表别人也会意识到；别人意识到的事情，也不代表你会意识到。那代表说，你可以控制你想要意识到什么，因为你只要想一件事情，就意识到它了。意识到了，它就变成你的真实。那每个人意识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一个人的信念没有办法突然从这边跳到那边，因为他意识不到的事情就不是真的。每个人的成长背景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实相都不一样，我们也要尊重别人的实相，因为大家都是活在不同的实相里面。我们再来讲一个书里面的方法，也是 Neville Goddard 他最常教的方法。第一个步骤，决定你要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很明确的目标。第二个步骤，你去想象一个场景，是当你达成这个目标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例如说你的目标是年收入破100万好了，当你达成这个目标之后，自然而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选一件事情来想象，例如说你会跟家人去吃大餐庆祝，或者是你家人会跟你说恭喜你年收入破100万了，就真心的替你开心。你就去想一件事情是达成这个目标之后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不需要太用力让它发生的事情，这样子。第三个步骤就是在睡觉在躺着的时候，在半梦半醒之间，开始用你的五感去想象。如果是你听到你家人跟你说恭喜，你就开始想象那个画面，试着听到那个恭喜的声音，想象那整个场景整个氛围这样子。躺着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很放松，自然而然就可以进入到比较潜意识的状态，去跟潜意识做沟通，去改写潜意识。所以也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喜欢听一些肯定句啊，或者是早上刚起来但是还在赖床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蛮好的，也可以用来想象。Neville Goddard在教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很强调就是你不要睡着，就尽量去想象。那他有的学生呢，就还会故意用一种奇怪的姿势睡觉，就是让自己不要睡着，去想象。这边有故事我超喜欢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女性，她说啊，从小我就很希望可以去旅游，尤其是我很想去加勒比海那边，我常常都希望我可以去加勒比海玩。长大之后我也很想去玩，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时间让这个梦想成真。去年因为我需要做一个手术，所以我就要去医院，而且我要在那边住1个礼拜。我学到了你教的想象力创造实相的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决定我要好好利用我在医院的时间，好好的想象我的旅行。我跟一个邮轮公司，我们就叫这个邮轮公司 ABC 邮轮好了。我跟 ABC 邮轮公司去要了一些他们的旅游手册、宣传单跟他们的行程。我在医院躺着休息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看那些行程，一直在看那些宣传单，一直在想象我也在那艘船上面。我在那个宣传单里面选了一艘我很想坐的船，我就想象自己坐在那艘船上面，站在那个甲板上，享受那个海风的声音，海风的清凉，我可以闻得到海水的咸味，我还可以听得到海鸥的叫声。然后我又看着那个宣传单，选了一些我想住的房间，就是在船上风景比较好的房间，想象自己就住在那个船上。我就想象我坐那个邮轮去加勒比海玩，加勒比海有很多很多的港口，我就想象我去这个港口、那个港口、又那个港口，然后每一个港口都下船去玩，因为加勒比海是很温暖的地方。我就想象自己也在那边热带岛屿晒太阳的感觉，那温暖的阳光。因为要在医院里面待7天也没事做嘛，每天躺在床上真的很无聊，为什么不拿来想象呢？又不用花钱，也不会少一块肉，所以我每天都想象得非常非常的开心。那一整个礼拜哦，我真的就在医院的床上躺着，可是我的脑袋里面已经去了加勒比海的7个港口，我已经坐在 ABC 邮轮上面，而且我已经住在那个最棒的房间了。我出院的时候，我就把那些传单全部都收起来了，我就再也没有去想这件事情了，我就完全忘记这件事情了。没想到2个月后，突然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超市，他打来说，恭喜你赢得大奖了。什么大奖？我怎么不记得我有参加什么抽奖？2个月前你在我们超市购物的时候，你顺手参加一个摸彩活动，你忘了吗？恭喜你得到大奖了。那个大奖就是去加勒比海6天5夜，而且你会坐 ABC 邮轮，而且你是坐最棒的舱等哦。这个女生完全忘记她有参加过那个摸彩，完全不记得，好像有这件事又好像没有这件事情。她就摸到最大奖，就是去加勒比海6天5夜，而且她那时候想象的每一个港口都有停，而且就是坐 ABC 邮轮，就是坐她想象中的那一艘船，而且就是住在最棒的房间，风景非常好的那个房间，完全就跟她想象的一模一样。
真的太棒了，太棒了，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再来这句话也很重要哦，人们总是相信未来是由过去决定的，但是假设法则清楚地告诉我们，未来并不是由过去发展成的，未来是依照你的假设而发展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说，未来是因为过去怎么样，所以造成的，好像过去跟未来有一个很明显的因果关系，但其实没有，未来只跟你现在的假设有关。你现在假设那未来会变怎样，它就会变怎样，它跟你的过去是没有相关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未来跟过去是一个连贯的感觉呢？为什么我们每一天都会觉得活在一个连贯的世界呢？为什么会这样感觉呢？那是因为经过研究显示，人们在想的事情有 95% 都跟昨天是一样的， 80% 的想法都是负面的，所以你在创造的东西跟 95% 跟昨天是一样的，每一天几乎都跟昨天一样，而且都是比较负面的。如果你要改变你的未来，你就要改变你的假设。如果你希望你的未来非常不一样，那你就不要想一些跟昨天一模一样的事情，你可以想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让自己有些新的假设、新的想法，这样子你的未来就会很不一样哦。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观众的成功案例，这些故事我都很喜欢，也谢谢你们留言给我，可以继续踊跃留言哦。这个叫做 Vicky Camping， 他说最近因为芭比的关系，我又突然非常热爱粉红色。某一天看了百货公司的 DM， 我就心里默默说了一句，我今年必须来个粉红色的小包。之后我就 let it go 了。大概过了5天之后，我去上插花课，插花的老师就突然跟我说，我看你衣服都很缤纷呢，你敢背粉红色的包包吗？老师，我买了一个很不错的粉红色小包，几年了都不敢背出门，送给你好吗？我就说好啊好啊。隔天老师拿给我，我的天哪，那个粉红色小包超美的，而且超级新，因为老师保养的非常好，完全没有背过。事后我才想起，我有下这个订单耶。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没错，其实显化就是这么的轻松自然，不太需要做什么很额外的努力，想要去插花就去插花，然后就得到粉红色小包了，赞。好再来这个故事很喜欢，它叫做 Tin Yu Chen。他说我今年初看到网购上有一双美国牌子的可爱短靴，好喜欢啊，但是因为我不确定自己穿几号，所以我就没有下单，我只是反反复复一直在看这个网页，直到这个月中我去朋友家玩，没想到他突然送我一双短靴，他说是2双有特别折扣，所以他就买了，然后就给我一双。重点是我从来不知道我们2个人脚的尺寸是一模一样而且那双短靴就是我在团购网上看到的同款，连颜色都一模一样，我真的非常惊讶又喜悦，不得不佩服宇宙巧妙的安排啊，真是太感谢啦。没错，对，显化就是这么的轻松自然啊。在这网友 Low Annie 他说，前2天我想说来试试看显化咖啡，但是隔天我真的太想喝咖啡了，直接就去买 7-Eleven 的咖啡，结果今天好久不见的同事突然拿了2大袋的星巴克咖啡来公司拜访，这也很棒哦。还有一个故事也很棒，他说看了你的3分钟未来日记跟睡前超感谢笔记那2支影片之后，我就找了一本很喜欢的笔记本也开始写，一开始有点不知道写什么，但是才写几天之后，我就觉得我已经有满满的正能量了。写着写着，我突然很想看这2本书的内容。我打开某个电商 App 查了一下，竟然都缺货没有卖，而且2本合购也是缺货。隔天我妹妹提醒我发票中奖了，赶快看有没有中奖。一查就中了500元。星期二我醒来还是想要买这2本书，我欲望还是很强烈，打算直接在金石堂书店买。我就在他的网页看一下有没有卖这2本书的时候，突然显示有货，而且在折扣当中，而且加入会员新用户的话，马上就有折扣码可以折50元，我就马上加入会员了，直接下订单。买完之后我才回过神来想了一下，这2本书加起来的优惠价是553元，减掉折扣优惠码50元的话是503元。这个金额可以免运，3块钱我是用 LINE 的点数去折抵，用 LINE 付完信用卡之后又回馈了我3点，再加上发票中的500元。咦，我根本没有花半毛钱这就是传说中的显化吗？没错，就是这样子，宇宙常常都会算得好好的给你的，你想要什么它就会算好那一笔金额给你。前几个礼拜我去逛街也是突然想买某一件衣服，我就觉得很想要2000块，所以我在睡前还睡醒的时候就一直跟自己讲说我想要2000块，2000块就好了，2000块，2000块。
2000块就可以刚好买那件衣服。然后隔天我就登录一个信用卡网站，是我很少登录的，因为我想查一下我有没有忘记付账单这样子。然后就发现我在那个信用卡有累积一些点数，我从来就没有换过那点数，而且是可以现金回馈。我算算发现我可以刚好回馈2000块现金，就直接赚了2000块现金，然后就可以买那件衣服了。那宇宙真的常常算得刚刚好，你要多少它就给你多少，只会多给不会少给啦。上一支影片也是在讲假设法则的哦，还没看过的可以赶快去看一下。今天的影片内容比较多一点，因为有观众希望可以多听一些，那也很谢谢你们支持哦，也欢迎留言你们的成功案例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